这是地表最强女司机，不到10岁还没领证的她，已经开启了坦克飞上了天，玩起了真人版打飞机。自从皮利卡星上的自由联盟被瓦解后，敌方将军也得知了隐秘于小行星中的基地，他决定不计后果，用无人机对其进行轰炸。顿时数门大炮对准了天空，在夜晚的星空中放起了烟花，代表死亡的壮观不仅仅吸引了平民，还将帕比的心彻底引向了绝望。与此同时，守护空中基地的静香两人还未意识到危险的降临，直到警报的响起才毁了两人的美好。数万头无人机出现在监控中，他们以近乎疯狂的姿态撞击着路径上所有的小行星，触目惊心的画面让小夫再次失去了巨大的使命感。他躲进了废弃的纸箱中，希望催眠自己，这样就会安全。自古至今，以卵击石就只会有一种结果。小夫真的怕了。静香没有叫醒这个装睡的人，而是选择了默默离开。人的终点都会是死亡，但却有机会证明生命是如此强大。静香独自开启坦克，要去证明命运是会出现奇迹的。原来不想拖后腿的静香曾跟小夫请教，在不曾被人注意的背后，学会了坦克的驾驶。正是这份将命运掌控在自己手中的坚韧，彻底唤醒了小夫。静香一个女生都能不畏艰险，他一个不到1米的男生吃点苦又算得了什么？看着静香陷入了包围圈，小夫不假思索地挡在了前方。爆炸的余波过后，小夫竟毫发无伤，这激发出了小夫潜藏在内在的男子汉气质。他不再害怕，用自己高超的驾驶技术将敌方无人机悉数击落。虽然空中的战斗取得了胜利，可遥远星球上的伙伴仍处于危险之中，他们义无反顾去往星球投入下一场战争。与此同时，大雄等人也来到了敌军总部，而明天就是加冕仪式，取回缩小灯只有今天一次机会。小多拉用石头帽将众人变成空气，不会被人察觉，接着牵住彼此，明目张胆地走进了总部大楼。可令众人没想到的是，总部内竟空无一人，殊不知这却是一场瓮中捉鳖。几人刚进入放置缩小灯的房间，背后的大门就轰然关闭，随后跑出数名敌军，将枪口悉数对准了他们。原来这个房间早已布满了传感器，并掌握了他们的位置，而缩小灯的情报只不过是为了抓捕他们的幌子。面对生死，众人无奈地取下了石头帽，可大雄却在这时卡了壳。为了守护住最后的希望，小多拉谎称门外还有额外的惊喜，迫使对方打开了大门。胖虎也用自己的身躯为大雄铲除障碍，帮大雄逃出了基地。第二天旭日东升后，也到了新首领的加冕仪式。如果帕比不肯让出首领的位置，将再也看不到他的姐姐。他也想当个懦夫般选择逃避，却在逃避中体会到了人格的伟大。人的一生或许可以不依附他人独立生活，可来自宇宙另一端的地球上的5个朋友却教会了他什么叫归宿。他曾以为只有喜悦可以共情，而悲伤不能，但他们却教会他，朋友是可以为自己流泪的。他们不曾怀疑过自己外星球的身份，并选择远离故土，与自己共患难。此时的帕比已足够坚强，他不奢望未来的生活会多美好，但他希望民众们能够清醒地认清现实。作为人，最重要的应是为他人着想的胸怀，而不是一个暴政的独裁者。他用一种悲壮的激情指控着独裁者的罪行，并宣告着独裁者之路不会长久。真情实感的诉说往往会引起共鸣，人们纷纷走上街头，一场属于人民的战斗在此刻打响了。